从赫尔松撤退是俄军的一场胜利，但是也触及了普京的底线。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莆田少。近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从赫尔松部分地区撤出部队，以转移到第聂伯河东岸地带防御。俄军随后又宣布了完成撤军行动，整个过程并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美国媒体称，这是自9月份乌军在哈尔科夫北部发起反攻以来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要注意，俄军撤出哈尔科夫时相对的比较被动，而这次撤军行动是提前公开，并且组织平民撤离之后主动宣布，并且是按部就班进行的。仅从作战的角度来看，俄军从赫尔松撤退被认为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第聂伯河虽然是天险，但是河东一马平川，少有适合长期组织抵抗的大城市。俄军虽然从赫尔松市撤出了大约3万左右的兵力，但要在河东几百公里长的战线上组织防御，同样显得兵力不足。而乌克兰军队呢，实际上可以出动6到10万的生力军，这些部队可能大部分都会在未来转移到顿巴斯和扎波罗热方向。他们完全可以从扎波罗热方向往南，避开第聂伯河。乌军从北往南是俯攻，俄军能够建立稳定防御的区域呢非常少。赫尔松市是第聂伯河的沿岸大城市，也是一个天然的后勤基地，对乌军组织多点登陆也非常有利。这与俄罗斯从东岸运送物资进入赫尔松市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俄乌冲突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依托城市进行的，未来也可能是这样，这就给俄军的防御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所以不能排除未来战局会朝着俄军不利的局面发展。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俄军的这次公开撤离行动是一场胜利呢？因为从赫尔松撤离对俄军来说越早越好，这不但可以避免大量的人员伤亡，更重要的是避免在对俄罗斯不利的区域进行长期的消耗作战。毕竟俄乌冲突是消耗战，这是俄罗斯军队从打政治仗过渡为打军事仗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为俄军在其他战场获得战争主动权创造了可能。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如果乌克兰军队一直采取缓慢推进的办法，而俄军一直不撤，那么俄军为了维持在赫尔松市的军事行动，他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高于乌克兰。我们看一下地图就能明白，俄军向赫尔松市运送后勤补给真的是太难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次撤退又触及了普京的政治底线呢？因为赫尔松市是俄罗斯军队在2月份以来就控制的规模最大的乌克兰城市，而且从法律上它已经并入了俄罗斯。从法律角度看，现在的赫尔松市与克里米亚是相同的。那么如果普京愿意放弃赫尔松市，未来俄罗斯是不是还有可能接受放弃克里米亚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人把从赫尔松的撤离当成是俄罗斯军队的一次重大失败，因为普京刚刚进行了战争局部动员，既然已经动员了30万人，那么为什么要撤离？被称为普京大脑的杜金这2天就对普京破口大骂，显然会对普京的支持率造成冲击。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能证明普京开始让俄乌冲突回归战争的本身。在政治上或许有一定的损失，但是此举也为将来获得一个更好的结果打下了基础。总体来看，俄军主动撤出赫尔松是俄乌冲突的一次巨变，其后续影响将会非常深远。俄罗斯军队正在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把打政治仗改为打军事仗，再加上刚刚完成的局部战争动员，未来仍然有希望把仗打好，至少在别的区域展开军事行动，不会像在赫尔松市打消耗战那么被动。由于俄罗斯的国力远远超过乌克兰，只要俄军有了更好的作战策略，总有机会把泽连斯基打上谈判桌。对此不妨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